大家好，我们是原知英外系大四的学生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毕业专题是职涯经验。让我们先介绍张月琪学姐她的职涯经验。现职银行专员，主要工作内容如下：一、协助信用卡线上申办，如确认客户申请书填写正确，以及提供证件完整性。二、银行内部系统或联征系统上是否有特殊注记。三、KYC Know Your Customer， 致电给客户确认是否本人申办，以减少伪冒盗办风险。以上是他的现职主要工作内容，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他分享职业经验。最早是因为我妈妈就是银行员，她就是行员，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行业比较认识。就是以前我妈妈就常耳濡目染，就是我妈妈在分行的时候，她都会那个假日加班，就是带我们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陪她上班，所以我对银行是很了解。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交换学生回来延毕一学期，所以我那个学期几乎除了一般的打工，我就是准备履历，然后还有考多益、日检，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资料就是准备好，把自己的实力准备齐全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以密集来说的话，应该至少也有3个礼拜是都在104上面，然后面试，投履历面试这样。依照那个104上面需要的职缺条件去做修改履历，然后投，就有看到几个喜欢的。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那就投银行，然后后续是就是排除掉一定要考试的银行。因为有一些公家的银行是一定要考试，它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是第一次笔试，然后再口试之类的。那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喜欢，我就是比较向往是直接投履历，然后可以面试那种，就民营银行。那像是现在待的花旗，它基本上完全没有考试，它就是看你的那个履历，对，然后再进行面试。对。我进了这个单位之后，我发现每天的事情都超不一样的，就是客人的问题都百种，然后或者说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专案，那你可能就是这1-2个月你就要完成这个专案的事项，然后所以它其实不像我想象中，就是可能事情是一直重复性的，当然也有重复的行政工作，但是其实有很多就是突然间要完成这个任务，然后这就是很突发性的，就其实每天的事情都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。我们会就是组内会有一些进修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常常要上课，然后你就要把上课的内容，然后就是可能再报告给主管或是其他的同事。对，所以就是常常你就要回去，还要下班要做一些报告，做一些作业，就很像学生这样子。然后有的时候像我是那个就印外嘛，我们印外系，所以语言的时候，之前我们单位就有讲说，那我们就要开一个小小的读书会，然后就让我教日文，然后我就整个是好哦，然后就开始准备一些可能日本的文学相关的然后历史之类，就是稍微简单介绍给同事们。我们花旗银行很喜欢，就是那个员工有一些进修，自己很就是向上的心态这样子，所以就是还蛮常都会有办这种活动。有一点就是要跟学弟妹讲，就是其实银行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单位，但是包括我还有我妈妈的2个人在这个就是银行的工作，其实都非常常讲到，在结算每一天他们银行的账务、分行账务，那他们就是常常有的时候他们明明就是可能3点半就关分行嘛，所以他们算到那种6、7点都账都出不来，其实他们花很多时间都是在结算，所以其实分行也没有到很早下班。对，但是他就是比较就是算是稳定的工作，虽然忙归忙，可是他就是银行基本上都蛮稳定，然后又有点加班。对。之前是比较想要去就是赴日工作，就是去日本，因为日本当时疫情前，就是我毕业之前，他们其实是日本奥运就很
就是很热络，就很多观光客。所以我当时最开始毕业的时候，我想说，那我就投去日本的一些像饭店观光业，然后或是说可能在台湾的一些日商，然后可以出差去日本之类的。对，但因为后来就是真的疫情实在蛮严重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开缺。对，然后也不确定这个疫情会多久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，那没关系，就先找份比较稳定的工作。假设有想要考虑就是往金融业、银行界发展的话，其实可以稍微一点点开始准备相关的证照，或是一些看金融、财经的杂志之类的。那像比如说有一个很入门的证照，就是叫做金融市场常识与道德，像这个就很简单，就是你其实可以简单看一下考古题，然后先去考。那到时候你毕业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写在履历里面，就说哦，我是真的有心往这边发展。对对对，像这种的，那可能就是如果有想好，真的是想要不只是语言相关的，就可以慢慢一点一点开始准备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，谢谢学姐为我们分享。